怎么打不死？为什么打不死？Hello， 观众，我是 Noyoke，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。今天是5月9号，也是我最后一次出去参加生存活动，因为隔了2天之后就变成了全台2级警戒，短时间之内大概是看不到任何的实战影片了。好了，那在 GHK NK18 上面，我目前做了2个变更。第一个是把3个弹匣的初速调得非常的相近。这个跟动的最大理由是因为我的 A、B、C 3个弹匣各自进行射击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弹道表现，那当然是非常异常的表现了。经过技师的提点，我最初的目标就是先把弹匣给处理好。在测速器下，3个弹匣的初速也相当稳定，但是在我跟动了弹匣之后，我并没有机会去测试弹道的表现，所以只跟动弹匣的初速的话，有没有帮助这一点我就不太确定了。第二个跟动是我换上了 iTech 的 NPAS 飞机头，我最初对这个产品的印象非常的不好，但后来原因似乎是出在我没有对这个飞机头做气密，气密做好了以后，实发射击的最大与最小初速变化就只有 1.7 到 3.5 的差距。如果是用原厂的话，则会有 5.3 到 5.7 的差距。以上的射击表现都是用 WaveC 0.4 克的环保弹所打出来的。如果转成 0.2 克的话，初速的浮动会再更大一点。我今天打下来，其实弹道相当的稳定了，只不过离理想还好一段距离。那另外一个要说的，一定就是这把 WaveC G19X 了。我一直发现它的弹道相当的不稳定，后来发现它的初速超级的不稳定。比如说第一发初速可能是73，第3发就骤降到66，接着可能再变68，这样子上上下下跳来跳去的。后来我一一检测了所有的零件，发现问题出在我冬天改装的 ANG 抗寒飞镖，把它换回原厂飞镖跟弹簧之后，初速异常起伏的状况就解决了。那我 G19X 的弹匣也做了跟 Info 弹匣一样的功法，3个弹匣打出来的初速都非常的相近。在今天带来测试的时候，弹道表现也相当的稳定，所以初速的稳定真的很重要。过去我在修枪的时候，并没有太过琢磨于这一块，而是不断的修改 HUP 系统，结果就是在这个手枪上面怎么样改都没有太大的成效。现在我已经了解到这个重要性了，各位也应该要去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初速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战场吧。中间全空嘞，很好啊。预备。好了，第一场游戏开始了。这场在南边出生，那我为了持续使用我的 GHK NK18，一开始我就走了中央的开阔区域，停在这个壕沟的入口旁边之后，我先观察着敌方东北侧的出入口，然后再看向北方的队友的移动状况。很快的，我便有了下一步。我现在来到这个位置，已经是场地的正中央了。停顿约莫12秒，我看到一个人想要进入 CQB 里面，但他却停在门口。我没有放过这个机会，枪举起来就打了2发，也顺利的击杀了对方。说真的，我还蛮喜欢这个位置的，但随着伺服器的改版，这个位置的优势比之前来说下降了许多，但仍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。3分31秒之后，我考虑从西边移动，但我却先看到了敌人。开了几发以后，对方就消失不见，我便开始往前推进。那我具体的位置来到了这里，即将要踏入敌方的阵营里面了。从这个位置开始，我基本上就只有在用手枪而已，因为距离相当短的关系，很容易观察到敌人的动静，但因为有障碍物的关系，根本就打不到人。39秒以后，队友各种往前压进，我也决定跟上步伐。我的位置来到了这里，这边我多少看得到一些敌人，但并没有露出足够的面积。我短短考虑了13秒，就决定往更前面推进。不过这边有队友在火力压制，所以推进之前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进入这个掩体后的21秒，我就遭到正北方的攻击，那真的是相当的惊险。退回来以后，我便蹲下从侧边攻击。不过因为有一段距离，当时我没办法判断到底有没有击杀对方，所以我在这边多打了好几发。因为对方也不出来了，我便开始考虑去观察其他的方向。就这样子，我起身并往东侧观察，那个方向一直都是个盲区。然后我就发现了一名敌人在那边，但20到25公尺的距离，我发现拿手枪的准确度实在是太低了，所以赶紧换成 NK18。短短射击3发之后，成功击杀对方。击杀以后的23秒，我把1点枪背带改成2点枪背带，方便自己行动以后，便开始往前推进。目标是有窗户的幕墙。不过我是在编辑影片的时候才发现，我其实少观察了左侧。如果左侧那边有敌人的话，我现在就已经阵亡了。看来我的锁敌方式还需要再调整一下。我透过这窗户的缝隙来观察，但却一个敌人都没有看到。究竟人躲到哪边去了呢？这时我沿着幕墙移动，并回头再观察一下队友的状况。
接着我就往前探出去，看到一个枪口浮在空中，判定无法射击之后，便抽出手榴弹往前丢。只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左边居然还有另外一名敌人。手榴弹引爆后，我便迅速往前推进，又再次发现了2名敌人，打掉了其中1名之后，我尝试探头看左边那名敌人的状况，结果他架好在那边等我了。正当我努力反击的时候，右侧也有人在攻击我，我赶紧趴下来回避这波攻势。这27秒完全无法动弹，然后北面又出现了一个人，原来那是队友啊！看来他顺利的从西侧推进来了。然后当我起身之后，这场游戏就结束了，因为顺利的全数歼灭了敌方。好了，第2场开始了。这个开场已经经过了几十秒的时间，我才缓缓的进入战场当中。这一场是在北侧出生，那前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画面，所以我们就一口气跳到后半部吧。这是3分又25秒之后的事情了。我人在 CC 的3岔路这边，跟一名在 CD 中段的敌人交火当中，没有多久就开始考虑往前推进了。因为不突破这边的话，很难有什么进展，所以我就在开枪之后，对方不再有探头的意思，我就快步的往前推进，并切进左侧这个小房间里面。我不切右侧是因为那边已经有队友存在了。我就在这个位置停顿了2分又30秒的时间，然后看到敌方家里有一个敌人存在。其实目标真的小到有点靠背啊！我现在也很好奇自己到底是怎么观察到那个东西的。因为距离相当长的关系，我切换成 NK18 来用，可以明显看到敌方的色带，然后一发成功击杀。其实中间的障碍物非常的多，我并没有很期待可以击中对方，但这个 NK18 实在是太棒了。45秒以后，我逐步往南推进，进入了 CD 中线的位置。碰巧遇到一名队友在要求支援，我大概花了30几秒的时间才找到队友所说的敌人，而且我觉得那个敌人似乎已经注意到我们这边了，而我这一直在等最适合攻击的时机，因为那个面积实在是有够小，当时的肉眼几乎是看不到对方的。从弹道摄影机来看，也像是跟背景同化，有成功击杀对方，反倒让我觉得很惊讶。最后当我移动到这边的时候，游戏时间也结束了，我们就进入下一场吧。好了，第4场正式开始了。这一场是北面出生，然后往东部的丛林区域前进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奔驰在丛林区域的敌人，然后就全心全意在攻击这名敌人。打不死，为什么打不死？这时候对方似乎是走错路了，突然开始往回走，但是看着弹道摄影机似乎是一发都没打到啊。面对刚才那个快速移动的敌人，我其实知道怎么去预瞄，但我却犯了蠢，没有照那个方式来做射击。这显然是训练的不够足啊。1分15秒以后，我开始更往前面推进，具体位置来到了这里。不过我觉得来到这边之后，该怎么样走下一步是一个问题，因为往前可以利用的障碍物并不多。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障碍物，可以说是北方数盛典奇迹般的一个障碍物，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。在这次的探头，我不小心就看到了敌人，我很犹豫是要用手枪还是步枪，但最后还是拔出了手枪。对方其实是趴着的状态，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击中对方，只是开了这4枪之后，敌方稍微晃动了一下，然后就确定击杀对方。只是让我很讶异的是，爬起来一起阵亡的居然有2个。5分17秒之后，我的位置来到了这里。这个位置其实有点尴尬，多半是看得到目标，但是打不到。这时我从缝隙观察到敌人往左移动，所以我开始渐渐的调整位置到左边，左侧几乎是完全没有障碍物的，所以也蛮好奇敌人会怎么走。埋伏49秒以后，敌方开始有了推进，但互射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会打不下对方，这让我紧张了一下。从这之后，左侧就再也没有敌人经过了。48秒以后，有一名敌人不知道是如何推到我的侧面，对方完全没有看到我这，我只能透过一个小缝隙看到敌方。好在这几发之后有成功击杀对方，危险度大幅的下降了。而也那么刚好的，这场的游戏时间也结束了。结束。一天的愉快时光很快就过去了。那我其实有发现到一个现象，我的枪在整个游戏的开场之前和整个游戏结束之后，都会有个截然不同的弹道表现。其实这在游戏期间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了，只不过在清枪的时候会固定去瞄某一个点，所以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差距。老实说，这真的是有点困扰。因为相同的问题在手枪上面也有，本来弹道就不够稳定的手枪，可以说是双重打击啊。好的，那这次的申诉影片都快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你非常喜欢我制作的影片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把订阅按钮旁边的铃铛给点亮起来。如果想要追踪我的消息，欢迎在影片说明中找到我的社群网站，用力按赞跟追踪下去吧。那么我就期待能够在下一部影片与你相见，我是 Noyoka。